好，我们前面都已经拆卸到差不多，那我们就拿我们新的 Reveno 的干式离合器的 case， 那随盒里面都有附赠这3个骨头，然后加那个铝合金的垫片。那它要锁固的地方分别为前端这边，然后跟下端这边，还有后端这边，这个记得都要先锁上，我们再安装这个 case。然后再就是我们内部里面。因为防锈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一个塑胶膜，所以记得要安装电盘盖的时候，要把这个塑胶膜给撕掉。好，我们现在前置作业，我们先把电盘的内人的电线，因为560的部分呢，它的线会比较长，那我们把这个塞头呢，把它往前移往前的话，把这个线条割开，往前移之后，它就可以安装，它就不会需要用电线夹板压这个电线。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把里面的外面的皮剥开，然后把堵头这个电盘堵头往前移。这是一个前置作业要注意的。刚才我们看到的做法就是把这个塞头啊往前大概移大概10公分，然后后面的部分就是用电火布尽量把它包覆好完整，然后后面一样做分插头，这样的长度的话就会比较符合我们的 case 的装设。那这边的锁固扭力值是12牛顿米。OK。好，那我们装电盘的螺丝一样，也要上螺丝胶。那我们刚才这些电盘都固定好之后，现在电盘线电盘塞线要塞好之后，我们这边有附一个制作一个电盘线的固定压板。哦，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顺着这个 case 往上绕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电盘线顺势的往下压，将这个电盘线固定在这个位置。哦，因为这个旁边会有一个驱动齿轮的部分不能去影响到，所以我们有做一个固定板。那新安装的时候塞好之后，就把这个电盘压板的固定板把它往下压，那就完成了。好，我们前面的阶段已经把我们 Reveno 的 case 把原厂的电盘都移到 Reveno 的 case 上面。那现在要安装 case 的时候，建议一定要叫原厂的
安装垫片哦，这个 Queen Case 的垫片，我们刚才垫片胶也都清干净，然后把新的垫片给换上去。哦，因为560的边柱啊，它的设计又比较宽大，所以在安装 case 的时候比较容易影响到。所以建议的话，我们先把边柱的部分2颗螺丝先下来，把边柱先拆下来，在主 case 在安装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好，我们看到这边要注意的哦，这个刺轴上原本就有一个原厂的垫片，这个在拆离合器后一定要保留在原本的位置，不可以拆除。好，这个时候我们要装这个主轴的时候，这个驱动齿的时候，这个有油封，那我们建议上一下2硫化钼的黄油，耐高温的黄油。那我们在出厂的时候，其实里面的滚针轴承我们都有上过油，那我们就建议油封的部分也是上一下油。那油封有2颗。后端，然后跟前端都要上一下油封，或上一下黄油。好，我们现在装我们的主驱动轴哦。那进入刺轴的时候，这个油封建议手指头先扶在2侧哦。然后因为刺轴上面有一个臀，要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油封是否有变形。来。好，如果没有变形，就可以把它顺利的推到底。好，这样就是完成主轴驱动轴的安装。好，我们刚刚已经把主驱动轴装好之后，我们现在要开始装这个钢套哈。那钢套它下面就有附一块垫片。那钢套的部分当然上面也有油封，所以这个油封也必须要上一下2硫化钼的耐高温黄油，它会比较好。达到密封的效果。然后套进去的时候，注意这油封一定要低于我们的驱动齿，稍微有点出力把它挤进去。对，没错，就是这个感觉哦，这样油封才会在我们的主驱动齿的下方。这样才会达到止油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要做装奥达哦，那奥达里面就有齿，就是要对主驱动齿的部分。那安装的时候，当然相对就是把它装进去，然后要对好齿哦。这个齿我们都做得很好，对好齿之后，像就是这个螺母有一边是圆角，一边是钝角。那圆角的部分要贴着我们的外套奥达这边安装哦，这样才不会损伤我们的奥达。好，这是60 mm 的螺母哦，当然就是要配合60 mm 的套筒哦，这个比较少见，可能大家要准备好。然后它在安装的时候就是直接套在螺母上，直接用扭力扳手可以把它打紧。那现在到这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就有附这个指推轴承。那指推轴承它的顺序当然是垫片、轴承、垫片，然后往这个刺轴这里这个平面的地方把它塞进去就可以。好，把它推到底。然后后续的时候要装内骨的时候，再加装一个垫片。它的垫片是直到这个地位而已。好，我们刚刚指推轴承已经安装完成，然后我们现在要安装我们的驱动的内骨。那内骨的话，底部我们这8颗螺丝其实都已经上到磅，就可以不用再拆卸。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做一个记号，它是不是要跟我们的离合器总成这部分有一个记号可以对应？那它就会是在同一个5个洞同一个地方。好，这个是安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好，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我们的摩擦片跟铁片。那铁片的部分，我们包装的时候是有上防锈油的，所以建议在安装前拆开包装的时候，尽量用杀菌剂或化菌剂把铁片的油脂都去除干净。好，我们内骨装完，铁片也清完之后我们安装的顺序，第一片就是铁片，推到底，然后第二片就是金属烧结的离合器片，一样推到底，然后依序的把这些摩擦片都把它推进去。这也是干式离合器换装离合器片最方便的方式我们的金属烧结离合器片总共有6片，铁片有7片因为上下都都是金属片，所以会多1片。好，所以最后1片就会是铁片，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时候我们就要装我们的离合器推升总成那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这个点要对这个点，所以这个朝上，这里朝上，你直接把它放进去。这样就可以安装。好，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有附一个垫片这个先安装上去后，再一个专用螺丝螺母把它锁固。好。好，那我们这个离合器的干式离合器的部分大概都已经安装完成了那接下来就可能是剩加水跟加油的部分。那水帮浦的部分，这一根螺丝呢，建议是要更换为不能用原厂，建议更换为15 mm 长的螺丝，才不会锁到后面的离合金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大概就是都完成了，然后再就是注入机油的部分，注入机油大概我们后面有注意事项它的建议值是新安装的时候，如果里面还有纯机油的话，油芯没换的话，大概是3.05公升，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以上大概就是这个安装的过程。